你可能听说了啊，张幼霞、刘振利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哎，这个新闻一出来啊，网上一群人啊，那简直是比过年还兴奋啊！谁呢？哎，就是那帮整天在那边恨国，在那边当直人的反华分子。这帮人啊，一听说咱们家里面抓了大老虎，那真是恨不得在这个大街上放炮啊！一个个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敲键盘，那个手速啊，我估计啊，没个单身30年都练不出来。他们嚷嚷什么呢？哎呀，你看，我就说吧，中国不行了！哎呀，军队乱了，赶紧崩溃吧！我就纳了闷了，这帮人的逻辑是不是在娘胎里就被格式化了？咱们家里面打扫卫生、清除腐败，在他们眼里成了要崩盘。你说这不可笑吗？这帮直人和反贼啊，哎，其实挺可怜的。他们整天跪在那儿啊，仰着脖子等主子赏饭吃。只要咱们中国出点事儿，不管是反腐还是自然灾害啊，哎，他们都觉得是他们的机会来了。其实他们这就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他们看不得咱们变好啊，看不得咱们的军队变强。咱们反腐是把这个脓包给挑破挤出来，是为了长新肉。他们呢？他们是盼着咱们烂透啊，结果呢，咱们每回整顿完这个实力呢都往上窜一截。哎，每回他们喊着崩溃，咱们都变得更结实了。这个巴掌呢是啪啪打他们脸上，我估计那个脸早都肿得跟猪头似的了。他们越是开心就越说明咱们反腐反到了痛处，反到了敌人的心缝里。那就在咱们这边正气凛然的打扫屋子的时候，海峡对岸那个所谓的防务部长顾立雄也跳出来了。这个家伙脸红脖子粗的发了个声明，说什么要高度关注异常变动，还说什么要强化自我防卫，甚至暗示大陆是不是要加速犯台了？今天咱就把这个顾立雄的鬼心思和民进党的烂算盘给你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说道说道。那首先咱先得把这个家里事给捋清楚。很多不懂行的朋友看到这个张幼霞、刘振利这种级别的落马，哎，心里面可能会咯噔一下。哎呀，这是不是出乱子了呀？这对这个战斗力是不是有影响啊？我跟你说哎，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咱们解放军最怕的不是敌人的原子弹，最怕的是自己身上的锈。你想想这两个人级别够高吧，位高权重要是搁在旧社会吧，或者说搁在那些只会和稀泥的国家，那早都官官相护大事化小了。但咱们这次怎么着？立案审查调查，这说明呢，咱们的最高层那是铁面无私。哎，管你什么军衔，管你有多老的资历，只要你伸手，只要你违背了初心，违纪违法，那就对不起了，军法从事。解放军报那个社论写的是多好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这3个词儿听着就提气这不是一阵风这是要彻底的把这个地基给打扫干净。那现在这个解放军呢，就是在做这个刮骨的手术，把这些搞贪腐的、搞小圈子的老虎给拿掉，换上真正能打仗、敢打仗、想打仗的战狼。哎，你说这个战斗力是降啦还是升啦？咱们敢于自揭家丑，敢于向自己开刀，这个世界上有几支军队能做到这一点？美军能吗？哎，那个买个咖啡杯都要几千美元的美军，他们敢这么差吗？他们可不敢所以咱们大陆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新闻那都是拍手称快的，因为咱们相信国家。那些以为咱们反腐就会乱的人，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军队的组织度。咱们是党指挥枪，制度在那边摆着呢，拿掉几个腐败分子只会让这个指挥链更顺畅，让军命更如山。咱们再回头看看这个海峡段那个笑话这个顾立雄1月26号跳出来这一通嚷嚷，哎，我看他那就是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晚期，外加政治投机病并发。那记者就问他，大陆这个反腐会不会加速犯台？他怎么回答？他要是稍微有点脑子哎，稍微懂点军事就该说这是人家内部事务，我们不予置评。
但是这个家伙不啊，他非要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说要全面掌握征候综合判断，要强化自我防卫。这顾立雄是谁呢？哎，咱们得起底啊。这个家伙吧，根本就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上过军校，他是个律师出身，还是那种专门给这个贪腐案辩护的律师。当年那个陈水扁那个案子啊，他可是御用大律师啊。哎，靠着那张嘴啊，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贪的说成是建国基金。后来这个蔡英文、赖清德看上他了，觉得这个人嘴炮功夫了得，居然让他去管经管会。这管完钱呢，又让他去管安全。现在更是直接当了这个防务部门负责人。所以岛内网友吧，送了他个外号“纸上谈兵顾大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紧张？第一啊，他是真不懂啊。在一个外行眼里啊，军队动一下，他就觉得吧要打仗，他分不清什么是整肃军纪，什么是战前动员。他一看这个大陆抓的将军啊，哎，就以为是祭旗呢。这就叫无知者无畏，无知者也是最容易咋呼。还有这第二啊，他是真怕呀。为什么怕呢？因为他知道啊，一个廉洁高效的解放军呢，比一个混日子的解放军啊可怕10000倍。如果咱们这边贪腐横行，买官卖官，那个武器装备啊都是残次品，训练呢都是走过场，那顾立雄啊估计做梦都得笑醒。可是现在咱们是真刀真枪的反腐，把那些只会喝酒应酬的拿下去了，换来的都是精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真有一天啊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解放军的铁拳啊会更硬、更准、更狠。所以他怕呀。他那一句强化自我防卫，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哎呀妈呀，他们来真的了，我好慌啊，赶紧喊两嗓子壮壮胆。但是他这招移花接木玩得太拙劣了，把这个反腐呢说成是异常变动，把内部治理呢说成是战争征候。顾立雄和这个民进党啊，现在就是那个心虚的通缉犯。哎，他们知道呢，自己搞这个台独呢是死路一条，知道祖国统一呢是大势所趋，所以大陆这边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他们都觉得啊是刮台风。那顾立雄啊敢这么胡说八道，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个人行为？绝对不是，这是民进党当局的一贯套路，哎，是他们的标准作业程序。这帮人啊，手里面呢有3板斧，第一板斧抹黑，第二板斧卖惨，第三板斧吓唬老百姓。之前那个宏泰58号事件还记得吗？哎，那就是一艘台籍人员操控的船，为了走私冻品啊，把这个海底光缆给挂断了。这本来吧属于一个刑事案件，是个意外。结果呢，民进党那帮人啊，哎，硬是把这个屎盆子啊往大陆头上扣，说什么这是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是切断台湾通信的预演。我就想问问啊，我们要是真想切你网线，还用着派个破渔船去挂啊？再比如这大陆呢封禁了一些违规的小红书账号，哎，这在咱们这边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网络治理吧。到了台湾那边啊，好家伙，变成了信息战、认知战啊！说是大陆啊通过小红书给这个台湾年轻人洗脑，我就乐了啊！合着这个台湾年轻人脑子是豆腐做的，看2眼小红书就红了？那你们民进党的自信去哪儿了？那这次这个顾立雄啊拿反腐说事啊，也是这个逻辑，万物皆可统战，万事皆是威胁。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心虚啊，因为他们无能啊。哎，你看看现在这个台湾啊，电不够用，动不动就是跳电啊，这小动物背锅啊都快背不过来了，什么松鼠、蛇、鸟轮番上阵啊。那蛋呢是买不起，前2年缺蛋缺的人心慌啊。还有这个工资几十年不涨啊，年轻人是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还有这个什么诈骗集团横行啊，台湾都快变成诈骗岛了。那面对这些烂摊子，民进党解决了吗？没有。那老百姓骂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哎，这帮政客的坏水就冒出来了。他们必须啊制造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哎，每当这个岛内的老百姓要抗议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民进党呢就指着海峡对岸喊：看，大陆要打过来了，
大陆在搞鬼。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团结，不能骂政府，骂政府就是不爱台。这就是给老百姓打鸡血啊，搞精神鸦片啊。这顾立雄这番话呢，无非就是想告诉台湾的老百姓，哎，你们不要管这个工资涨不涨，大陆反腐了，好可怕呀！赶紧支持我们民进党买这个美国武器吧，赶紧把保护费交了吧。这种手段，那真是既卑鄙啊又无耻。而且吧，这个顾立雄他不仅坏，还蠢。作为一个律师出身的人啊，他的法律常识和这个军事常识啊，那简直是令人发指的匮乏。前段时间吧，他闹过一个大笑话。他宣称啊，只要解放军进入台湾12海里啊，台军就可以行使自卫权进行反击。那最近呢，他又把这个联合国宪章搬出来了，说什么根据这个宪章，台湾有权自卫。哎呦喂，顾大律师啊，你的法学学位是充话费送的吗？这里面吧有个最基本的法理逻辑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如果发生战事，那叫内战，那是中国的家务事。联合国宪章那个自卫权，那是国与国之间的条款，你拿着这个国际法套用到一国内务事务上，这不是偷换概念吗？这不是法盲是什么呢？再说了啊，就算咱们退一万步讲啊，讲这个军事层面，他说解放军进这个12海里他就打，还要反制第一击。我就想问问顾立雄，你拿什么打？拿你们那几艘遮羞纳补的老爷舰，还是说拿那些掉漆的 F-16，或者说拿那些在这个烈日下暴晒都要中暑的草莓兵？现在两岸的军力对比啊，那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那叫降维打击。解放军如果真要动啊，那就是雷霆万钧。现在的战争形态是什么呢？是远火洗地啊，是无人机蜂群，是电磁压制。等这个顾立雄反应过来，想按那个反击按钮的时候，我估计啊，那个按钮早都被炸飞了。岛内网友看的是多清楚呀！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这个台湾网友的评论啊，差点笑岔气儿。有个网友说，顾立雄的防卫论啊，比这个科幻小说还离谱。他是不是以为在玩红警，鼠标一点就能造个基地出来？还有个人说，他根本就不懂军事，只会靠嘴炮忽悠民众。真打起来啊，他跑得比谁都快。这就叫死道友不死贫道，这就叫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这顾立雄呢，在那边是装腔作势，以为自己呢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其实在大家眼里啊，他就是个在那边跳大神的江湖骗子。他现在呢拿着大陆反腐这个事儿来炒作，说什么军事征喉，这就好比吧，医生在给这个病人做手术，那顾立雄啊在旁边喊，哎呀，这个医生拿刀了，他要行凶。这不仅是无知啊，更是对专业性的侮辱。大陆这边反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长治久安，是为了让这支队伍啊更纯粹、更强大。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路呢还很长，中华民族复兴的路上还有不少绊脚石，还有不少硬仗要打。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刀啊磨得锋利，才能切开那些阻碍。而台湾那边民进党那帮人啊，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他们除了制造恐慌，除了抱这个美国大腿，除了搞这些不伦不类的认知战，他们手里面已经没有牌了。他越是叫唤的凶，越说明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怕什么？怕这个大陆啊越来越好，怕解放军越来越强，怕台湾老百姓觉醒，怕他们的台独梦碎。你不要看现在这个民进党跳的欢啊，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不管这个解放军内部怎么整顿，那都是为了更好履行使命。这个使命里就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民进党真的敢越过红线，真敢搞法理台独那他们就会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雷霆之怒。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